文心兰的叶子上出现黑点或者黑斑，刚好今天有话友问到这个问题，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。我也刚好有一颗有大量的黑斑，准备过2天换盆。出现黑斑既有养护方面的原因，也有环境方面的原因。比方说浇水太多导致根出问题，反映在叶子上可能就是黑斑，或者是给肥有虫等等导致根部出问题，也会影响到叶子。除了根部出问题会影响到叶子以外，还有可能就直接在叶子上出问题。比方说感染了病菌，被虫咬了，被太阳晒伤了，或者是叶面积水长期不干，也会发生霉变。这些都要求环境的通风良好，如果通风不好的话，会加剧这些问题。刚才说到叶片晒伤，而光照不足的时候，叶子上也是容易出现黑斑或者是黑点的。还有如果温度不合适也会有影响。总之吧，出现黑斑或者黑点总归是有一个原因的，可能哪里不合适。有少量的黑斑或者黑点倒是也不用特别介意，但如果数量多或者面积大，还是要管一下的。比如像我这个数量有点太多了。这还有一片，这个是有一点点晒伤。这就是我那颗巧克力文心兰，这些黑点吧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是去年那会儿吧，它一直开花没断，我也就没做处理。但是一开始黑点没有这么多，好容易等到花谢之后，天气又不太好了。我这颗出现黑点的原因，我觉得有这么几个。那会儿是刚分了株，本身它可能就有点弱，然后放置的位置过于阴，光有点不太足，接着是雨又特别的多，水可能又大了。那最后一枝花谢了之后，我就放置在阳光比较多的位置，因为是冬季嘛，可以晒。水给的不多，叶子又有一点点晒伤，然后还有虫来欺负了它一下。查了一下，接下来的温度变得比较友好了，打算这2-3天之内给它换个盆。我没有急着现在马上换盆，就是您看它还在长新的，新长的这些还是不错的，所以呢我也没有特别担心它还是挺强健的。它已经长成好大一盆了，有点太大了，我都想把一些老的假鳞茎去一去。不过这个就等到我换盆的时候打开看看情况再说了。所以遇到黑斑一般是这样处理，如果只是少量的，可以不用太担心，喷一点杀菌的药，或者是剪掉之后也要喷一点杀菌的药。然后就是从养护和环境2个方面找原因，做一些改进。如果有点严重呢，需要考虑一下可能根部有点问题。对根部的处理大致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换盆，一个是不换盆。不换盆就用药水泡一下，比方说用高锰酸钾灌根，把整个根部都泡在高锰酸钾水里。这个方法是能解决一定的问题的，但如果太严重了，那就还是换一下盆吧。把植料都换成新的，或者是至少把旧植料处理一下，除除虫和菌。根部呢修一修，清理一下，去掉烂根，然后把好根也在高锰酸钾溶液里泡一泡，帮它除除菌，万一有藏着的小虫子什么的也一并除一下。重新上盆之后，那些已经出现的黑点并不会消失，这么做呢只是说以后不出现或者少出现黑点。另外根有问题也不是都一定出现黑点，也有可能是叶子皱啊、卷啊、假鳞茎皱啊等等，这种表现的话是偏干。根部偏干，一个是可能给水给的不足，也有可能是根部出了问题，吸收不到足够的水。假鳞茎变皱要看品种，有一些品种老假鳞茎就是特别皱，而新的没事儿。但有一些
老的新的正常情况都不皱，所以它一旦皱的话就是有问题，所以这个要区分不同的品种。但新的假鳞茎是不应该皱的，如果新的假鳞茎都皱了，那就是问题了，最好是看一下根吧。好，关于叶子上的黑点就先说这么多吧。正好有人问，也正好这些天我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这棵出了问题嘛。初步是预计下周二换盆，因为那天温度比较好，到时候我们再看看我前面的分析对不对。我是觉得它的根部也是有些问题的。